这是一通被警方监听的电话。我想我手上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你实施了谋害，我们的婚礼取消了，我现在要把证据交给警方。这是雷切尔的一通电话，只不过这个曾经站在聚光灯下的前迪士尼公主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一通电话不仅给未婚夫送去了一个死刑，还给自己带来了32个月的牢狱之灾。而这一切还要从2010年警方的一场突袭开始。欢迎来到老何开枪，我们来讨论剖析世界各地最真实、最恐怖、最令人费解的案件。面对特警的威逼气势，少年既感到恐惧，又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特警口中的山姆是谁，只能摇头示意，表示自己不认识什么叫山姆的人。见少年沉默不语，一位特警把一张银行卡甩在了少年面前。这张卡是哪儿来的？原来特警从少年的房中搜出了一张银行卡。眼下证据面前，少年一脸惊恐，一旁的母亲连忙接话：他是个孩子，不可能犯什么事儿啊。特警随即拿出一张照片摆在了这个母亲的面前。少年的母亲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见照片中的人戴着帽子，正站在 ATM 机面前取款。虽然帽檐压得很低，但一个母亲怎么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呢？没错，照片中的人正是他的孩子。这张卡是一个叫山姆的一起命案的嫌疑人失踪3天了。听到这儿，少年差点一屁股就坐在地上，这还了得，卷入了命案了。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发生了什么呢？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2010年5月20日晚，一个叫史蒂夫的男子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儿子山姆的公寓门口。史蒂夫本来跟儿子约好一起吃晚饭，但是迟迟等不到儿子。史蒂夫心中有一个隐隐的不安，这才急冲冲地赶到儿子的住处，拿出了儿子公寓的备用钥匙，想着说不定儿子睡过头了。可一打开门，就有一股难以形容的血腥味儿扑面而来。史蒂夫顿感不妙，莫非儿子遭遇了什么不测？他立马朝儿子的房间跑去，随后看见了惊悚的一幕。儿子山姆的床上躺着一个女孩，床边的地板上殷红一片，俨然是一副犯罪现场。史蒂夫吓得差点就晕了过去，不过还是壮着胆子朝那个女孩走去。床上的这个女孩已经没有任何一点活气儿，不仅头发凌乱无比，脸上还留着大片的红印，身上的衣服还被撕破了，一副被人侵犯过的姿态。意识到女孩已亡，史蒂夫连忙报了警。很快警方就来到了事发地点，通过对房间内的手包和女孩的随身物品的调查，警方一下子就锁定了这个女孩的身份，名叫朱莉，23岁，日裔美国人。也是这个时候，史蒂夫才认出了这个衣衫褴褛的可怜女孩，其实是山姆的一位朋友。警方的一系列调查进一步弄清了朱莉的身份。她自小学习舞蹈，有趣爱笑，对艺术有着特殊的情感，学习过时装设计等课程，在家中有2个哥哥，目前是海岸学院的一名学生。在这所学校里，他认识了一个叫山姆的退伍军人。山姆体格健硕，曾在阿富汗服役，不过战场回来后就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经常回忆起在战场上硝烟四起、炮弹横飞的日子。之后，山姆就进入了海岸学院，后来也就认识了朱莉。朱莉乐观的性格让山姆觉得和她在一起很轻松，一来二去2个人就相熟了。不过2人更像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加上山姆本身就比朱莉大4岁。山姆的父亲史蒂夫每次看到朱莉出入山姆的房间，就露出邪恶的微笑，盼望着儿子能早点和朱莉修成正果。不过朱莉
突然惨死在儿子的公寓，还是一副被人侵犯的模样，史蒂夫心中难以接受。他不相信这一切是山姆做的，但是有人死在山姆的床上，他的嫌疑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了。可是山姆究竟去了哪儿呢？从朱莉的手机中，警方看到了无数个未接来电。原来就在事发那天，朱莉家人给她打了无数个电话，可都没有一个接通的。通过对朱莉家人的调查，警方大致了解了朱莉的行踪。5月22号那天，朱莉接到了山姆的一条短信，大概意思就是我现在需要你，我和家人闹翻了。朱莉很疑惑，因为就在不久前，她还和山姆有说有笑。山姆说他正想办法帮助邻居丹尼尔，因为丹尼尔要结婚了。不过丹尼尔手上的资金并不宽裕，所以找山姆帮忙。可山姆突然发一条短信说需要自己，朱莉确实是放心不下，因为她知道山姆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万一是想不开做了傻事儿，那朱莉会后悔一辈子的。朱莉跟家人打了一个招呼后，就赶往了山姆的公寓。她本想着对山姆好好开导一番，只不过她这一进门就再也没出来。朱莉被害了，山姆自然成为了第一嫌疑人，因为现场看来，山姆的公寓并没有强行入门的痕迹，而且除了山姆的房间有些凌乱，这公寓内外都比较整洁，也没有被盗的迹象。警方判断，朱莉很可能认识凶手，而且能够自由出入山姆公寓的这人，除了山姆，似乎也没别人了。山姆被通缉了，可是作为父亲的史蒂夫却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杀害一个可能成为自己媳妇儿的人。就这样过去了几天，这几天史蒂夫突然收到了一家银行发来的短信，取款500美元。原来山姆的银行卡绑的正是父亲史蒂夫的手机号码。史蒂夫不想让警方知道自己儿子还在外面消费，便独自循着这短信的线索，悄悄找到了山姆取款的地方，可是没有见到山姆。此后像这样断断续续的消费取款的信息出现了这么几次，但是史蒂夫没有一次看到山姆的踪影，他只能向警方坦白了这一切。随后警方调查了银行的监控录像，就在众人以为有所收获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少年出现在了 ATM 机面前。这个陌生少年怎么会有山姆的银行卡呢？循着线索，警方一直冲到了少年的家中。可不管警方如何逼问，这少年表现的是一无所知。当警方问他这卡是哪儿来的时候，少年才告知是别人给的，一个叫丹尼尔的人。原来这个叫丹尼尔的人用取款给提成还可以买披萨的这样的诱惑，让少年帮他从这个 ATM 机取款。为了这提成和披萨，少年呢是满口答应啊。他还听了这丹尼尔的话，用这个鸭舌帽来伪装在取款之后把钱交给藏在暗处的丹尼尔。少年的这番说辞让这个叫丹尼尔的人有了重大嫌疑。警方猜测，丹尼尔很有可能知道山姆的下落。实际上，警方在之前做笔录的时候就审问过这个丹尼尔，不过丹尼尔的回答并没有什么异常，他只是山姆的一个普通邻居，对于山姆表现的一无所知。警方决定再次对他审问，可是丹尼尔以在外搞单身派对为理由给拒绝了，还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那是天大的事儿，都得等到这结婚后再说。警方知道这是丹尼尔的缓兵之计，更何况这是在调查命案呢，由不得丹尼尔不配合。就这样呢，丹尼尔在派对上被警方给带走了。再次来到警察局的丹尼尔估计自己也清楚，不留下点什么就别想轻易离开了。所以呢，他没等警方开口问话，丹尼尔就先向警方道歉了。他说自己一开始说山姆的事儿是一无所知，其实是撒了谎的，自己平时和山姆是有往来的。警方问丹尼尔是不是知道这山姆在哪儿，
丹尼尔摇摇头，不过他说出了另一个故事。丹尼尔说自己其实和山姆在实施一场银行诈骗计划。山姆把银行卡给丹尼尔，丹尼尔呢把里面的钱取出来，山姆再向银行索赔，这样呢就可以骗取银行的赔款。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买卖啊！可是警方又问丹尼尔，既然你们一起实施计划，那么现在山姆在哪儿呢？丹尼尔说：“我不知道啊，可能他害怕被发现就跑了啊。至于跑到哪儿了，那我是真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又换了个人实施欺诈呢？”显然，丹尼尔在知道警方通缉山姆后啊，依然有恃无恐地实施银行诈骗，这必然他是知道点什么，至少知道山姆的动向。警方这样猜测，便步步逼问。迫于警方的压力，丹尼尔知道自己的狡辩已经无法让人相信了，于是呢，又有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事实上，山姆想要侵犯朱莉，可是呢，朱莉不肯，一气之下，山姆就干掉了朱莉。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警方又问。不敢呢，因为山姆说只要我报警，那就准备升天吧。可是警方又问道，那为什么你的 DNA 会出现在山姆的公寓里呢？面对警方的这个提问，丹尼尔啊，本来就惨白的脸那就更白了。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警方掌握了多少证据，也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 DNA 会出现在山姆的公寓中，而且呢，还是在受害人朱莉的身上。他只能再次改变了自己的说辞：我之前撒谎了啊，山姆找我帮忙，让我帮忙处理这尸体，可是他自己却跑了。我也是去了公寓之后才留的 DNA。事发时你在现场吗？没有，我只是后来才看到的。我进到房间的时候，看到朱莉的身上中了2弹。丹尼尔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自己的这一番说辞把自己出卖了。因为朱莉到底是种了几颗花生米，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甚至啊，最一开始连警方都没有看出来，直到后面法医检测报告出来，警方才知道朱莉的头上其实是有2个高度重合的创口。丹尼尔要不是当事人，怎么知道朱莉中了几发呢？这样，警方基本就能断定朱莉被害的那一刻，丹尼尔就在现场。就在这时，丹尼尔的未婚妻雷切尔打来了电话，也正是这通电话，丹尼尔的最后一道防线被击破了。丹尼尔的未婚妻正是迪士尼公主的扮演者雷切尔。雷切尔告诉丹尼尔，我想我手上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你是实施了犯罪的，我们的婚礼取消了，我现在要把证据给警方。天哪！电话挂断的那一刻，丹尼尔知道自己的事情败露了，因为雷切尔打来的电话早在警方的监听之中，他不得不对警方说出了实话。从丹尼尔的口中，警方得知了事情的原委。2010年5月21日，丹尼尔让山姆帮他搬一些道具，在将山姆引到了一个杂物间后，丹尼尔从后面做掉了山姆。丹尼尔是一名剧团的演员，在处理好山姆之后，他就像没事人一样回剧团演出了，还一边构思着如何为自己脱罪。演出结束后，丹尼尔偶然间看到了山姆与一个叫朱莉的女孩的短信往来，这关系暧昧啊！丹尼尔顿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用双重谋害来掩人耳目。就这样，丹尼尔用山姆的手机给朱莉发去了短信：我现在需要你，我和家人闹翻了。看到这个短信的朱莉急冲冲地赶到了山姆的住处，可开门的却是丹尼尔。丹尼尔说山姆并不在家，可他的房间呢有些异样。朱莉本就担心山姆会出事儿，听丹尼尔这么一说，就连忙朝山姆的房间跑去，丝毫没有留意一直跟在他身后的丹尼尔。就这样，朱莉也被害了。为了坐实山姆谋害的嫌疑，
丹尼尔还伪造了现场，他把山姆的房间弄得很乱，还把朱莉的衣服撕得稀烂，让一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侵犯不成、怒而害命的现场。只不过丹尼尔呢，还是败在了自己的贪欲上。他马上就结婚了，他太需要钱了，不惜铤而走险，在让这个少年在 ATM 机取钱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是暴露无遗了。随后，警方根据丹尼尔指认的抛尸地点，找到了山姆被分割的尸体。不过，警方是如何的搜寻，就是找不到头颅。直到1年后的一天，山姆的头颅才被找到。这一天正好是山姆的生日。2016年9月，丹尼尔被判处死刑。丹尼尔的未婚夫雷切尔，这个风光一时的前迪士尼公主的扮演者，也因为在丹尼尔犯罪的过程中涉嫌包庇，被判处32个月的牢狱之灾。3年后，雷切尔出狱之后呢，这个曾经在人前闪耀的演员就消失在了聚光灯下，而丹尼尔也因为加州暂停死刑，终将在监狱中服刑，直到生命结束。案件到这里呢，也就告一段落了。丹尼尔呢，曾是一个演员，只要他努力，可以说前途无量。还有一个同样身为演员的未婚妻雷切尔，可以说两人有着羡煞旁人的未来。这真是现实版的走进婚姻的坟墓。没错，爱情呢需要仪式感，但伤人性命的仪式感、不切实际的追求欲，不过是给自己套上一座无法逃脱的牢笼罢了。真正的爱情需要经营，需要付出。好了，您有什么想法呢？也请在评论区留言，欢迎订阅老贺开枪这个频道。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记得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祝福好人一生平安。